我是龙猫，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我叫龙包啊，我今天给大家聊聊我的工作。我在讲脱口秀之前呢，其实我是有一份正当的职业的。我在一家少儿培训机构当老师，虽然现在好像也不太正经了。我刚去的第一天，我们老板就说：“龙猫老师，你教学生之前你得先招生。”然后递给我一摞传单。我去学校发传单的时候，真的很难发得出去，就没有家长愿意接我手中的传单，是吧？他们都在接孩子。就是我发了一下午，我一伸过去他就给我挡掉，一伸过去他就给我挡掉。我发的多了，我感觉我像叶问在跟别人过招。我特别理解啊，有一些家长为了应付我，给我留个什么假号、错号，但我不能够理解的是，有些家长给我留其他机构的电话。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哎，我回家就会拨打这些电话，我满怀着惊喜，面带着微笑，我说喂你好，我们是贝兰朵艺术。他说喂你好，葡萄子艺术。你想咋？给我吓得我说合作一下。当我在发传单的时候，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不太尊重我的人，就当着我的面把我传单一接，直接就扔在地下。有一次我真的生气了，我就说你给我捡起来，把我的尊严捡起来。但是我当时是穿着哆啦 A 梦说的这句话，就那个人完全没有感受到我的愤怒，他反而说：“哎呀，这个哆啦 A 梦还挺可爱的，你还会生气。”我经常在发传单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人无缘无故的打我，甚至嘴上夸着我说：“哎呀，哆啦 A 梦好可爱呀！”啊，真的特别的疼，但是我表达不出来我的愤怒。我有一次被打疼了，我就把头套摘了下来，我跟那个人理论，我说：“你为什么打我？知不知道特别的疼？”就他看到我生气之后，他也生气，他还怪我，他说：“你这个人，你玩不起。我看你这么可爱，我过来摸你一下，你还生气了。”我说实话，我接受不了这种观点，我也过去摸了他2下，我把他摁在地上。真的，我的同事当时就皮卡丘报警了。警察叔叔来了之后，我就特别的委屈，我说警察叔叔他平白无故他殴打哆啦 A 梦，他看到警察之后屁都不敢放，就低着个头不说话。警察都着急了，说你说话，你为什么平白无故你打别人？给个理由。这个人为了逃避责任，他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他说：“警察叔叔，我最讨厌小日子，小日子过得好的人。”我在旁边真的非常的吃惊，我说还能这么胡说八道？那你怎么不打我的同事皮卡丘？怎么你怕他电你？发传单真的蛮辛苦，当老师也特别的不容易啊。我特别不理解，就是我们这种培训机构的教室会安那种监控摄像头。它的作用是什么？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为了方便上课的时候家长通过这个监控去关注自己孩子的一举一动。但它有个弊端，就是它只有画面没有声音。小朋友天性都很活泼嘛，有时候课堂活跃起来，我可能就会有点管控不住啊，我可能就会我说：“哎，明明乖一点，乖一点，不要跟旁边的孩子吵闹，乖一点哦。”我都是带着笑容，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可是大家咱们脑补一下，家长在监控下看到这样的一幕，就他可能会脑补很不好的画面，可能在家长的眼里是小崽子给我闭嘴啊，再说话我打你行吗？还挂在东方明珠上。后来。我想了一个非常无耻的方法，有一次课堂又吵闹了起来，我看了一眼监控摄像头，我说：“明明，能不能乖一点？你能不能乖一点？还有你们俩，你妈都在监控着看着呢，你让我怎么办？我真是个天才！”一节课下来之后，我开心，孩子开心，家长更开心。有的家长开心到什么程度？一下课就在教室门口等着我。他说：“哎呀，江江老师，我都看到了。哎呀，我儿子这么棒的，你夸了1节课。”当老师之余，我会讲讲脱口秀。我最害怕的一点就是我在演出的时候碰到我的学生带着自己的家长来看我的演出，很尴尬，听着我在台上吐槽他们。有一次演完就在门口，我的学生就把我拦住了，特别的开心，冲过来说：“哎呀，老师，你讲的真棒！”我就知道他在讽刺我。因为我平常在学校叫江江老师，他第一次听到我的艺名，特别的激动。他说：“哎呀，龙猫老师，你的名字特别的棒，我跟你一样，我也非常喜欢宫崎骏的动画。”我说：“宝贝，我叫龙包，不叫龙猫。”
而且老师跟你不太一样，是吧？老师最讨厌小日子过得好的人了。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祝大家开心，谢谢各位。哎，朋友们，你们好吗？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龙包，我应该是今天所有现场演员当中离咱们上海最远的一位朋友。我从小在新疆长大，说实话，我来南方的次数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点关于南北差异的话题。我跟大家说啊，我第一次来到南方，我特别不适应南方人对我微笑服务。啊，不是我贱啊，就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西北地区那种汹汹的服务。我刚来到南方，就是你们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笑得越开心，我心里越没底。我说你笑得这么开心，你是不是东西有问题？我来的第一个南方城市啊，不是上海，是另外一个城市，咱就不提名字，咱礼貌一点，给你们4个字概括一下吧，就怎么说，就西湖附近吧。我当时在他们的机场啊，某山机场，我当时就跟一个出租车司机发生了一点冲突，就的士司机发生了一点冲突。我当时上车之后，我就跟那个师傅说：“师傅你好，我去那个西湖。”然后那师傅就开始对我微笑，然后说了一些关心我的话，激怒了我。他当时是这样，他说：“您是游客吧，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湖呢，在市中心它比较远，我个人建议您呀去坐我们这个地铁吧，能够便宜点，给你省点钱。”我当时就感觉被冒犯到。我心想，你是怎么看出来我贫穷的气质？我甚至当时把这个事儿都想得过于有点复杂，我当时有点应激了。我心想，老听说南方排外，哥们儿刚来就被排了，我还没进去。我当时想到这儿，我把车门一关，我对着师傅一声冷笑，我这走。我就喜欢这种贵的交通工具。哎呦，你还看不起？你先绕机场2圈，咱们再出发。我就故意这么去说嘛，当然那个师傅一下也就听出来我的言外之意了，他就开始跟我解释，跟我道歉。他说：“哎呦，先生，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没有看不起您，我跟您实话说了吧，就是有人他在网上他提前预定了我这辆车，我现在把您送到市中心再回来，时间太长了，我会错过跟别人约定好的时间，没有看不起您的意思，您误会我了。”哇！我当时听完之后就特别的愧疚，我心想：哎呀，我真该死！师傅，原来你不是看不起我的意思，不是瞧不起我，你就是拒载。我就举报了他，然后没有，开玩笑的，我就坐了第2辆出租车。说实话，我真的挺愧疚的，我误会了人家的好意。我在第2辆车上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了，我说，怪不得我们北方人老说南方人比我们会做生意，是有原因的。你看你们在拒载的时候都愿意先撒一些善意的谎言，多么高贵的品质！我不是讽刺大家，是因为我当时在车上，我想到我们那块的司机在拒载时候那个鬼样子，就是我们那怎么说，就跟你们正好相反。我们那司机懒得骗你。真的，你有时候都很难相信，你竟然会因为一个司机的诚实而感觉到愤怒。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啊，我15年去西安上大学，我当时在那个火车站，外面的马路，我正百度地图，我想去看一眼钟楼，大家知道钟楼吧？一个建筑嘛。然后我正百度地图的时候，突然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摇下车窗，非常的热情，在那说喊我，他说：“哎，走不走？”哎，我一看是个出租车嘛，我说：“哎，师傅你好，我想去钟楼。”他说：“我不想去。”哎，我当时都懵了。我说2秒钟之前是谁招揽的我？我愣神的一瞬间，他一脚油就走了，就留下一脸委屈的我，想不明白，我没有生气，我在思考他的那句话。我说什么叫做你不想去？你不是出租车吗？这不得由我来想？哎，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怎么找到一辆想去的车呢？哎，我总不能站在路边喊吧？我说钟楼谁想去？钟楼走不走？哎，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这儿揽客呢。
啊，真的，我当时正在幻想的时候，突然又有一辆出租车停在我的旁边，摇下车窗，跟上一个司机一模一样，我都感觉我幻听了。他说：“哎，走不走？”但是我当时只有一个反应，我说 ：“NPC 吗？这是？我是不是陷入到某种循环当中了？是不是今天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我走不了。”我当时真的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很胆怯的跟那个师傅说：“我师傅，你想不想去钟楼？”就你们见过那种打量傻子的眼神？就师傅突然用那种看傻子的眼神，从头到尾这么看了我一遍，说：“我不想去。”我奇了怪了，还我想去呢，我想去兵马俑呢，你去不去？我就去了兵马俑。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希望大家开心，谢谢各位。Hello， 大家好，我是龙猫，欢迎各位。感谢大家的掌声啊！我叫龙包啊，我从小在新疆长大，我其实是，成年之后才来到了内地，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多数外地的朋友在认识一个新疆朋友的时候，就他们会模仿他们脑海当中我们新疆人说话的口音，就特别的诡异，就是那种，哎，龙包。你是新疆人？哎呦，新疆的朋友们！啊，真的，第一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说咱俩之间，你更像个新疆人，你像刚吃完烧烤过来的。我还因为这种口音事情发生一些好玩的误会。大学开学的时候，我舍友正在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的时候，隔壁宿舍有个人来串门，以为他是新疆的。我在旁边就给我逗笑了，我说，隔壁宿舍同学瞪了我一眼，说：“你不要笑话别人口音。”我说我笑话了我自己。我现在在一个网红城市生活啊，但我说实话，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网红”这两个字儿。我碰到这个最奇怪的啊，就是我去年在一个外地演出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朋友说：“龙包，我带你去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网红厕所。”哎，我震惊了，真的，这是我第一次不想上厕所而上了个厕所。我来到那个网红厕所，不夸张，朋友们，整个商场每一层都是网红厕所。他给我介绍，他说我们这每一层厕所的主题都不一样。我说厕所的主题不是一样，这是厕所，不是会所吧？他就开始跟我介绍，他说：“哎呀，你听，1楼欧式庭院风，2楼热带雨林风，3楼炫酷夜店风。”我直接就去了炫酷夜店风。哎，我太好奇了，一个厕所能有多么的炫酷？我到了之后，真的到了那个3楼，太像夜店了，就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夜店装修一半没钱了，改成厕所了。我本来以为就这种网红厕所，它可能就是这种噱头，可能是因为装修比较浮夸，但不是。更让我感觉到震惊的是它的价格。我说：“哎呦，这个装修，这没个70、80万下不来。”我当时说完之后，我朋友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个厕所都是1000万起。”我说：“我当时就笑，我说你开什么玩笑？一个厕所还1000万起？”他说：“这层最贵，2000万。”他把手机甚至掏出来给我看，我就跟你们类比一下，这种感觉像什么？就好像现在有个人突然从观众席冲上这个舞台，对着咱们所有人说：“我是超人。”这神经病吧？飞走了，就是这种感觉。就你们知道2000万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概念？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清明节，我给我爷都没烧这么多。我爷爷清贫节俭一辈子，我给他烧这么多钱，我害怕他晚上过来托梦。我以为托梦给我一个锁喉，说：“啊，你这孙子，你钱多烧的。”我真的很生气，连个厕所都能够成为网红，就我不红。我还特别讨厌网上那些网红餐厅，我踩了太多了雷。我跟你说，我人生当中最生气的一次，我一个朋友带我去一个网红餐厅，他说：“哎呦，这家店开了20年。”我当时心想，我说一家店能开20年，不可能难吃的，肯定有自己的东西。就有人擅长做难吃的菜，就有人喜欢吃这种难吃的东西。我当时跟朋友，我俩顺着地址找这家店，一进门我还多了个心眼，我说我先观察一下，
我看到里面几乎都坐满了，就我很激动啊！我看坐满了人这么多，肯定好吃，就在这儿吃了。我话音刚落，门口一桌，就大概您这个位置，有正吃饭的姑娘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我俩四目相对，都是走，快走！哎，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这种场景没有，或者你们在网上短视频刷到过这种类似的恶搞视频没有？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笑不出来，你会懵的。我当时愣在原地，那一刻就怎么跟你们讲？我感觉我不是在一个饭店，我这一脚，我踏进了那种战争大片之中。我迷失了方向，走进了一片区域。突然间有人冲着我说：“快走，走啊，这儿有雷！”我也沉浸在这个剧情当中了。我说姐妹。一起走，我已经踩到了。就当我刚准备离开这片所谓雷区的时候，我突然间回到了现实。我看见有人向我走了过来，服务员手里端了个菜单，在我眼里跟端了一把枪一样。因为他就指着我，他说：“小伙子吃什么？随便点，20年老店。”我当时手一下就举起来了，但我反应特别的迅速，我一句话我就应付了他。我说咱们这个店是清真的吗？他瞬间就收起了自己的笑容，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先生，不是的。”我说：“那我们新疆的朋友嘛，吃不了这个东西。”好，谢谢大家，我是龙猫，非常开心，谢谢各位。大家好，我是门枪。哎，哇，很高兴回来了，很高兴回来了。去年节目播出之后啊，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变化，赚到钱了。哦，哎，我钱老板还发消息问我，他说：“门枪，你回不回职场？”回职场，我连他消息都不回。最近在看房，因为去年住奉贤实在是太远了。住在奉贤实在太远了，因为录节目，我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我最近就在密集的看房，很密集的看，在小红书上看。大家看过小红书上那些房产中介视频吗？啊，就视频开头有一个很帅的男的，穿着一个西装3件套。视频开头他会讲：“猜猜魔都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他给我推了一套郊区的一室户，毛坯房。这个中介还非常有信念感的介绍，他说：“总裁欢迎回家，您家就在地铁21号线终点站，26年底开通，总价60万。”总裁为什么要住地铁终点站？他钱呐，都充交通卡里啦。但不得不说，这个标价60万，我还是很心动，正好符合我的预算。我就收藏了这个视频，收藏完了之后，小红书疯了，一直给我推房子的视频。怎么说呢？我现在对上海的房市很了解，在网上啊，会把上海的房子根据房价分为3个等级，3000万以下的叫刚需。刚需什么意思啊？啊，我看中的那套60万的毛坯房。和别人2999万的房子一样，都刚需。这种感觉就好比我门枪和郭麒麟一样，都儿子。大鹏和斯皮尔伯格一样，都是导演。3000万到1亿叫豪宅，1亿以上是顶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这些，可能就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男人嘛，就喜欢了解一些自己能力够不到的东西，并发表辣评。我身边朋友都这样。法拉利开起来不舒服。张伟丽打不过我。
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手机刷太多房子了，真的，我感觉我的手机啊被我富养起来了。打开首页，全部是什么珠宝腕表香奈儿，游艇豪宅王嘉尔。啊，我明明只看中一个毛坯房，我的信息茧房却是个豪宅。我这个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发财致富了，这难道不就是作茧自缚？真的号扬起来了，真的肆无忌惮。一开始给我推的是猜猜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前2天给我推了一套上海市市中心顶层大平层。视频开头是一个旁白，黑底白字，旁白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和珅还活着，在上海住什么房子？我心想，和珅这么贪，难道住贪城一品？我太好奇了，我就拉着我女朋友小陈，我说你给我看看和珅住啥。然后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90平米、270度江景欧洲古典主义装修的厨房。他给我介绍呢，他说我们这个厨房的墙面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一面墙要60万。我心想，德国什么墙这么贵啊？柏林墙吗？这个，而且60万，朋友们，一面墙，这个数字很有针对性。60万，小陈说：“哎呦，门枪，我们这个房子也不是不能买啊，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我们家徒一臂。”然后视频从厨房走到饭厅，走了半分钟，还是快进。小陈说：“门枪，你想清楚，你以后住在这里，吃饭都吃不到热的喽，再也吃不到西冷牛排，只能吃西牛排，因为冷掉了。”然后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卖点，3梯1户。我的反应比你们还慢。我当时看完之后，3梯1户什么？3梯1户啊？为什么要3梯？为什么有钱人出门要3部电梯？啊，为什么？这谁住？这个房子只能给哲学家弗洛伊德住，要么给余祥宇住。啊，每次出门，每部电梯分别装着他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最后是这个大平层的售价1亿8千万，1亿8，我吓死了，我想要退出，手都在抖，不小心抖进了详情页。他给了我一个最优的购房方案，他说首付6000万，还可以啊，就2个刚需而已，分期30年，每个月还60万，60万，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一开始只想要买1套60万的房子。刷了几个礼拜手机，我现在每个月要买1套60万的房子。我感觉我被这个视频冒犯到了，有点被这个房子骂了啊！我怎么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都能被搞破房？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破房，这也是我写这个段子的主要原因。严格来讲，这个段子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是讲给你们手机听的。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不及了。下一次打开手机，你的小红书首页就是3梯1户和珅门枪，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听一段脱口秀，附赠一个信息茧房，主打一个防不胜防。谢谢大家，我叫门房，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看出来就有鬼了哈！看出来，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一搜，我天，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各位，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聚焦都聚不上了，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重启第2人生了，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一点开后悔没早做。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说实话，各位，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
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有一个最有名的，我给你讲一下，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各位听过吗？你们来着了，今天你出去之后，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说修的有多好，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那零件见都没见过。当时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会修，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说来也怪，不会修下水道，会德语。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哎，你们下水道坏了个屁的！”当。德国人说：“不要慌，下水道固有一坏。”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你打开那个坑，里面会有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换上之后下水道完好如初。我天，各位，这个故事非常的扯，各位哈，千万不要信。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千万不要信。但是说实话，这么扯的故事，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因为一旦是真的，各位，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10几年后，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没办法，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还不会德语，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哎，那我下水道好了，眼睛完蛋了。德国人说：“不要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你们中文叫酒窝。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换上之后，眼睛完好如初。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然后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我天，我们俩那个交流，用德语我不会德语，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我们俩交流，我中间实在没办法，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啊，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德国口音的英语，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各位，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我在那聊着聊着，他跟我说 SMILE， 我就。他说奶奶奶 ，You smile， 我说 I smile 着呢，哎，这都快 laugh 了，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这就。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我说您好，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那个护士说，可以，2个字刺痛了我。我30多岁了，教了10几年英语，英语没法跟人沟通。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能翻译德语。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我跟人护士说：“我说那个，能麻烦您问一下，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那护士问医生：“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我说：“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各位你应该能理解，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不仅盲了，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我要是出了风险，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所以
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我说那个您能再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有没有风险？护士说刘先生，您真的不用担心，没有什么风险，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我一拿这护理包，我说哦，这个我知道，油脂包来了啊。我拆开那个护理包，各位，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这墨镜它用不着了。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我说那我问你，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我一眨眼，眼皮给我切了，我以后跟个鱼似的，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他说刘先生，他原话，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我说嚯，快给刘先生切眼睛，切好了。后来发现多虑了，各位多虑了，手术非常的成功。我做完手术那1秒，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那个翻译跑过来，手术很成功。我最后一次复查，我复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恭喜你，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但是，我说有但是，咱不第一开始说吗？我说但是什么？他说但是，您年底就要38岁了，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我说那严重吗？他说没事儿，戴眼镜就好。谢谢大家，我是梁生，谢谢大家。见面了，真的。哎，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有认识的吗？有吗？认识。去年确实一整年，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也演了很多场。说实话，这个工作越来越忙，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我痛经。哎，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真的，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其实我每次来月经，我从第一天我就开始痛。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这连撞7天啊！我上一次来上海，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突然就来月经了，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没抬起来，抬不起来，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他说怎么了？我躺在地上很虚弱，我说痛经。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哎，我又补了一句，我说女的。他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想女的？天哪！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但我除了痛经啊，我还月经不调，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到点儿了他又不走，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应该叫领导。哎，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大家都有领导哈。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你掐指一算，你说哎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但是退休延后了啊。这个月经不调，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
我要调。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给我抓了药，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那个药也来点儿，到最后他都问我，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我这。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我就回成都，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那天我老早就去了，一到诊室，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我检查一下你的胸。我怎么好意思嘛，我胸又长得不好看。我虽然没有身材，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他长得像一个8字。好了，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我的8字还挺硬的。哎，医生接着问我，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我说我是 XL。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妈呀，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医生也很难为情，他就问我，他说：“哎呀，你不要误会，我是观察你，长了一圈小胡子，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妈呀，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什么意思？一套安卓，一套 iOS。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我头有点痛了，你知道吧？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我就去了。说实话，做检查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我都在想，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我怎么办？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我出走半生，归来竟是少年。我想了一圈，我觉得这个事情，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但他这辈子只剩下了我和我妹妹。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哪怕他去世那天。我就站在他面前，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我说：“爸爸，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我是一个假2件。”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等一下，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爸爸能等。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一路我都很紧张，我也需要一个结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很像站在产房门口，真的，别的话都别说了，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医生说：“恭喜啊，女孩，全女孩，158斤的大胖丫头。”朋友们，我活了快30岁了，真的。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你知道吗？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看了你的报告单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说白了，有点超雄，你知道吗？你雌性激素太少了。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的，你慢慢的找个男的，生个孩子，激素就稳定了。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再说了，我是来医院看病的，我又不是来求子的。你让我这个样子，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我一想，我说，哎，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还挺有责任心的啊。但我后来在想，居然在那一刻，我真的在考虑，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
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啊！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你知道？我就问医生，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他说，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我说啊，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那个药我买了，就几十块钱一瓶，我现在也在按时吃。说实话，月经已经好多了，而且他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补充上来了。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你知道？所以啊，朋友们，真的，关于医学、婚姻、男人、痛经，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